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Cleo。我今天在江苏苏州，你可以看到现在天在下小雨。我今天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——苏州园林。让我今天带大家一起去苏州园林逛一逛吧。你可以看到我今天穿了旗袍。旗袍是苏州特别的一种服饰。好了，那让我们赶快出发吧。我们到苏州的这几天刚好遇上了江浙一带的台风天气，上海和南京都受到了比较强的台风影响。我们来的这几天也一直在下小雨，雨天的苏州反而有一种特别的美。天空是灰灰的，空气里有很多水汽，远处的建筑和树木看起来朦朦胧胧的，而且苏州的河水本身就是偏绿色的，所以整个城市在雨天看起来特别梦幻，也特别漂亮。一路上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卖荷花和莲子的人，他们穿着雨衣，坐在路边，在雨里面卖花。苏州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，所以在城市里面，你可以看到很多像这样的小河，河上面经常会有一些小船，游客们可以坐在船上，慢慢地游览苏州河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在这里我想插入一个小广告，就是我的 Discord 社群正式开通了。如果你也喜欢中文，你也想和正在学中文的朋友们一起交流，你可以加入我的 YouTube Member， 然后你会收到 Discord 的邀请。我已经迫不及待和大家在 Discord 见面了。现在我们就走到拙政园里面了。我们今天参观的园林叫做拙政园，它建于明朝时期。明朝有一位官员叫做王献臣，他退休以后就在苏州建造了这座园林。一走进园林，你就会发现这里有很多荷叶、荷花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假山和石头。我特别喜欢苏州园林里的一个设计，就是他们会利用很多窗户和门，把不同的景色框起来。比如这个窗户，当你站在这里的时候，窗户本身就像一个画框，而窗户里面的植物、建筑和水面就变成了一幅画。所以你在苏州园林里走的时候，经常会发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构图。你可能刚刚还在看一面墙，走几步以后，通过一个窗户，突然就看到了一片竹子、一棵芭蕉，或者一座亭子。这些窗子通常都是方形的，就像一个个小小的画框一样。我觉得非常有意思。除了室外的景色，园林里面的一些房间也特别漂亮。比如这里的蓝雪堂，里面有一幅很大的画，画的是拙政园的全景和园林里的假山。而这幅画的背面画的是一片竹林，特别漂亮。我还很喜欢这些画的玻璃上反射出来的灯光，室内是暖黄色的灯光，外面又是绿色的植物，暖黄色和绿色放在一起，我觉得特别舒服，也特别有氛围。我们去园林的那一天，刚好还碰上了一个荷花展，所以在园子里面看到了很多特别漂亮的荷花。
比如这里的黄色荷花，还有这些粉色的荷花。因为一直在下小雨，所以荷花和荷叶上面都挂着一些小水滴。有时候水滴还会慢慢的从荷叶上滑下来。而且这些荷花并不是直接种在池塘里，它们被种在一个个很大的青花瓷水缸里面。这些水缸上面还有很多蓝色的山水画，看起来就像一个特别大的杯子一样，我觉得真的非常可爱。园子里还有很多小池塘和假山。拙政园里有大片的水面，水是中国古典园林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。它不仅可以连接不同的空间，也可以反射建筑、树木和天空，让整个空间看起来更加开阔。尤其是在下雨天，水面会变得更加安静。你可以看到植物的倒影，也可以听到雨水落在水面上的声音。Hello， 朋友们，我们现在来尝试苏州的非常有名的素面。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面非常特别。我们这次点的是一个虾仁的面条，这里有一碗虾仁，我们要把这碗虾仁倒到这碗干面里面，然后搅拌一下。让我们趁热赶紧把它搅拌吧。我们把这个虾仁倒下去。然后我们可以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。它现在的面已经变得有一些硬了。你可以看到这一碗面条它是干面条，它是没有汤汁的。但是看我面前的这一碗，你就可以看到它是一碗汤面。我们点的是一个小套餐，你可以看到在我的面前还有其他的一些小料，比如说这边有一个桂花糕，这里有2只虾仁，还有一些豆腐和小菜，这一碗也是雪菜，这里还有一碗汤。好啦，我觉得这一碗面就拌得差不多了，让我们赶快开动吧。我觉得这个面条非常的有嚼劲，你可以看到它的面条不是像上海的那种面条，有点粗的。它是苏州特色的很细的面条，它也非常的有嚼劲，然后再加上它有非常饱满的虾仁，整碗面条的味道就非常的鲜美。好啦，现在我们来尝一尝这个素汤面。你可以看到这是一碗汤面，跟上一碗不一样，上一碗是虾仁拌面，是干的面，所以这一碗你可以看到它有很鲜的汤。我们先来尝一口汤，非常不错。我发现它的汤面和干面用的都是同一种面条，都是这种很细的、非常有嚼劲的细面。这碗素面跟刚刚那碗海鲜面比起来，它更加的清淡，它没有这么重的味道，没有这么重的海鲜味。如果大家来苏州玩的话，一定要尝试一下苏州特别有名的素面。好啦，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。今天我带大家逛了苏州园林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你们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，然后你也可以加入 Discord 和我交流聊天。我是 Cleo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